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喜欢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的，原来都是这样的女人，没有意外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生活就像是一个白板，我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取决于自己怎么去描绘。有的人的生活如同精心绘制的杰作，每一笔都充满了意义和美丽，而另一些人却在不经意间将生活涂抹得混乱不堪，到处是挥之不去的阴云。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往往从他的居住环境就能窥见一斑。那些热爱清洁的人，无论经济条件如何，总是能够为自己打造一个干净舒适的空间。相反，那些生活在杂乱无章、邋遢不堪的环境中的人，他们的生活往往也难以称得上是幸福美满。那些喜欢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人，他们不仅仅是在整理物品，更是在梳理自己的生活和心灵。这样的日常习惯往往让他们的生活、心态和情感状态散发出一种独特的秩序感和美感。一、自律有序的生活常态。爱打扫的人，通常从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洒落时，就显露出他们的自律精神。他们会准时醒来，把床铺整理得井井有条，迎接新的一天。厨房里，每一件餐具都摆放得恰到好处，每一只调料瓶都擦得透亮。客厅的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等等，每个角落都找不到一丝灰尘。他们甚至会制定一份详尽的清洁日程，确保家中的每个部分都能定期得到打扫。这种自律和有序，不仅体现在对家居环境的精心维护上，还贯穿于他们的饮食、锻炼和作息等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。这种自律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总是能够保持镇定和从容。对他们而言，自律并非僵硬的限制和束缚，也不是被动遵守的生活规则，而是一种主动追求的生活方式，是一种掌控全局的生活态度。他们能够从一个整洁的家，从自律和秩序中汲取更多的生活活力。二、注重细节的生活态度。对于那些热爱打扫的人而言，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。他们明白，一个真正洁净舒适的家，不仅仅在于表面的整洁，更在于每个角落、每件物品都摆放得恰到好处。因此，在打扫的过程中，他们会特别留意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，确保没有遗漏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追求，也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使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精致感。他们的衣着总是整洁得体，搭配得恰到好处，他们的言谈举止总是得体大方，让人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和认真。在电视剧《欢乐颂》中，安迪这个角色就是都市白领的典型代表。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精明和干练，对细节的关注无微不至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也保持着从容和适度，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。与人交往时总能把握好分寸。他的家总是简约、整洁、明亮，无论是家具的摆放还是装饰品的选择，都透露出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细节的重视。这与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处事态度不谋而合。然而，虽然细节很重要，我们也应该拥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宽容的心态。在注重细节的同时，不应被细节所束缚。要认识到，人生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琐碎的细节中。如果我们总是过分关注小事，被琐事所困扰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像背着棉花过河一样，最终被那些细节拖垮。三、追求质量的生活方式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，往往代表着主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。喜欢打扫的人，他们追求舒适且实用的生活体验，同时他们也会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。
通过阅读、旅行、艺术等方式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。这种对质量的追求，让他们在生活中总是能够享受到美好精致的一面。在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中，主角林建清和方小小租住的小屋虽然简陋，却被他们布置得充满文艺气息。墙上贴着各种海报和照片，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和光盘。这个小屋不仅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和成长，更是他们追求文艺生活、展现个性的舞台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，我们要让内心充实，充满希望。孟德斯鸠说，美必须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，在形象上如此，在内心中更是如此。一个能将房屋打扫得很干净的人，重视自己内心的感受，活得很有自己的品味，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里，都不允许自己堕落沉沦，而是会展示出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，积极乐观，努力用双手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。4. 平和淡定的生活心态。爱打扫的人往往内心宁静，他们明白日常的喧嚣和杂念容易扰乱心绪，于是他们选择打扫，以此来梳理心情，于繁忙和压力中寻得一份安宁。我曾认识一位女士，她的丈夫早已离世，孩子们也都各自成家，她独自生活。拜访她家，只见房间布置得雅致迷人，桌上摆放着一盆鲜花，整个空间弥漫着花香。她的窗前有个小花园，一边是五彩缤纷的鲜花，另一边则是几盆多肉植物和一棵生机勃勃的柠檬树。书房里，书架上整齐排列着数十本书籍，想象中她常坐在那里沉浸在书海之中。整个家的氛围温馨而舒适，尽管年岁已高，她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她常说，生活要快乐，要有品味，才不辜负自己。那些常常把家里打扫得井井有条的人，心态平和，懂得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家是人最放松、最私密的空间，是展现真实自我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人的家清洁有序，连那些不易察觉的角落也洁净如新，那么这个人在待人接物时可能也一样清爽纯粹。他们主动避开纷扰和琐事，与人交往时坦率透明，在自己的生活中保持独立和纯净。这种平和坦率的心态，让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，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乐观的态度去应对一切。5. 感恩珍惜的生活哲学。喜欢打扫的人往往懂得感恩和珍惜，他们深知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、每一件物品都来之不易，因此他们会用心去打理自己的家，让这个小小的空间充满温馨和爱意。同时，他们也会将这种感恩的心态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，去关爱他人，反馈社会。这种感恩和珍惜的生活哲学，让他们在生活中总是能够发现美好，感受幸福。在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中，虽然苏家的老宅显得有些陈旧，但苏明玉却时常回去维护。经年累月，她保持着老宅的整洁和旧时氛围，让这个家成为家人们团聚和回忆往事的地方。懂得感恩生活的女人，不管多忙，都会将自己的居所打扮得干净舒适。在生活中，衣着打扮清爽，窗明几净，内心很敞亮，每一天也都有很好的心情。自己生活的地方干净整洁，充满鸟语花香，满眼都是让自己开心的事物，人生也会增添许多亮色。6. 出尘的气质。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有些女人不爱干净，其实是很懒。每天回到家，不想做饭，不想扫地，也懒得洗衣服，或者依赖洗衣机，随便洗一洗，按一下开关就算了。衣服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皱巴巴的，不管穿在谁身上都很难看。有一次，甜甜去表姐林梅家里，
打开门，看到沙发上有很多脏袜子，还有一双鞋垫。走到桌子前面，发现凳子上有油渍，都不敢做人。林梅热情地喊他坐下，吃完晚饭再走。但是甜甜找了一个借口，迅速离开了。甜甜逃一般地离开了林梅的家，到社区的门口，深呼吸，因为林梅家里的气味让她有些受不了，感觉要窒息了。一个这样的家庭怎么能够过好日子？事实上，林梅和丈夫感情不太好，家里也很穷，但是两个人都很懒，真的是门当户对。一个爱干净的女人把家里擦亮了，推开门，窗明几净，看看桌子凳子都很干净，可以随便坐。一顿饭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很干净，青菜里面绝对不会有沙子，碗也不会很油腻。一个孩子出门，别人看到孩子打扮漂亮，身上的衣服很亮，肯定会想到这家女主人真的很能干，是一个值得交往的人。丈夫的衣服是否干净，也是妻子的功劳。真正有气质的女人，外表干净，家里干净，内心也干净，干干净净做人，从来不背后算计谁，没有面善心黑的言行，不管做什么都是很靠谱的样子。和这样的女人打交道，你也放心，大家都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不需要担心谁藏污纳垢。当你闻到女人身上的衣服有淡淡的肥皂香，听到她说的话干净利落，还说到做到，你看看她的社交平台充满了正能量，你一定会由衷地给她点赞。清洁是家庭中最为珍贵的传统美德，一个洁净温馨、令人感到舒适的家，往往孕育着对生活充满热情、性格开朗的人。正如古语所言，种下梧桐树，引得凤凰来。生活中的许多美好，往往自有其因果循环。一个井然有序、洁净如新的居所，能够为我们带来内心的愉悦与宁静。家的整洁与否，并非财富的象征，而是心灵的反应。只有在洁净的环境中，幸福的种子才能生根发芽。彻底打扫家中每一个角落，扫除尘埃，我们便能迎接一个更加明亮的明天。当你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，那份久违的快乐便会油然而生。家总是越洁净越井井有条，就越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一个人最大的魅力就是干净，干净是对一个人极高的评价。干净的人就像雨后的空气，带来清新的气息，就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让人感到惬意。干净的人穿着打扮得体整洁，谈吐温文尔雅，做事妥帖，和他们相处感到舒适和温馨。衣着干净。张爱玲说，衣服是一种语言，是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，这幕剧里藏着你的品味修养、生活态度和人生态度。无论财富多寡，无论命运如何眷顾或冷落，一个人若能始终保持着装得体整洁，那便透露出他对生活的热爱。即便遭遇逆境，他依然怀抱希望，充满活力，因为着装是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的体现。常言道，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衣着不必华贵，但必须洁净。洁净的装扮让人显得精神饱满、清爽利落，从而提升个人的整体形象。一个人的气质往往从衣着开始展现，只有衣着洁净，才能散发出优雅高贵的气质。无论是风度翩翩还是温文尔雅，无论是气质如兰还是神采奕奕，都离不开衣着干净整洁的前提。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。穿着打扮是你给人的第一印象，它影响着他人对你的亲近感。穿着得体，衣着洁净，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。礼记中提到，礼义之始，在于正容体，其颜色，顺辞令。由此可见，衣着洁净、仪容整洁的重要性。它不仅让你精神焕发，也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愉悦。
曾经有人慕名拜访画家李可染，正值炎热夏季，李可染穿着短裤背心在院子里乘凉。听到敲门声，了解来意后，李可染请客人稍后，然后迅速回屋，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，整理好仪容才出来与客人见面。衣着洁净整洁，不仅是维护个人形象，也是对客人的尊重。作家木心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过一个故事，他在饭店用餐时，旁边来了2个人坐下，一位老者和一位年轻人。老者对年轻人说，穿得体面一些就能找到工作。年轻人问，穿得体面，正式一些就能找到工作吗？老者回答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穿得体面有2个好处，一是容易找到工作，二是让人看得起。木心用餐完毕，走到2人身边说，还有第3点，是对自己的尊重。穿着洁净，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，更是对自己的尊重。张小娴曾说，美好的生活，优雅的人生，从穿着得体、打扮整洁开始。一个热爱生活、追求生活品质的人，必定会注重衣着的洁净。人若内心宁静，自然风雅自来。我们无需华丽的服饰、昂贵的配饰来装饰自己，只需要一种精致、认真的生活态度，打理自己的外表。这是用坚持来抵抗懒惰，用认真来对抗时间的消磨。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，都能保持从容不迫，举止大方。2. 语言干净。语言是人的第2张脸，深邃的思想，精辟的见解，睿智的话语都会提升人的形象。即便我们无法时刻展现出深邃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，至少我们可以保持语言的纯净。所谓纯净的语言，就是避免使用粗俗的言辞，保持言谈的分寸和礼节。或许我们没有渊博的知识，但我们可以努力让自己的谈吐显得优雅。也许我们没有高明的见解，但我们可以确保自己的表达文明得体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满口脏话，言辞刻薄，那么人们自然会远离他，因为没有人愿意与那些语言粗俗的人为伍。这不仅仅是因为担心被不良影响，更是因为不想降低自己的层次和价值。纯净的语言是教养、修养和内涵的体现。这样的人说话时总是谨慎而有礼，他们的言辞充满了分寸和风度，让人感到温文尔雅。一个语言纯净的人，总是展现出不凡的气度，他们时刻体谅他人，拥有知性与大度的修养。他们说话时态度理智，语气平和，用词文明，让人与之交流时如沐春风，感到舒适、轻松和愉悦。言语不仅是交流的工具、沟通的桥梁，更是展示个人修养的窗口。只有真正有修养的人，才知道如何用纯净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避免使用粗俗、虚伪、嘲讽或贬低他人的言辞。他们不会用抱怨和指责来发泄情绪，不会用狡辩来掩饰错误，更不会用谎言来谋取私利。菜根谭中提到，不责人小过，不发人隐私，不念人旧恶，三者可以养德，亦可以远害。纯净的语言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修养和品德，还能帮助我们与他人和谐相处，趋吉避祸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看到因为一句脏话而引发的争执和矛盾，甚至导致暴力冲突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，严重时甚至会有人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甚至失去生命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口能吐玫瑰，也能吐吉藜。一句温暖的话语能在寒冬中带来温暖，而恶语则能在炎炎夏日中给人带来刺骨的寒冷。与人交流时，守住自己的口，不吐恶言，就是对他人的一种善待，也是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方式。成为一个语言纯净的人，好好说话，这样的人生才会充满好运。3. 做事干净，清清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事。
这是一条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。保持做事的纯洁性，不欺骗，不伤害，不损害他人，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标准，不违背社会公德，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得安心，内心平静。干净做事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魅力，也是卓越的职业素养，是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，是处世的智慧。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，医生还是教师，都应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，保持做事的纯洁性。干净做事绝不能为了利益而违背良心，为了金钱而出卖良知，为了私情而牺牲道义。东汉时期，杨震从荆州刺史转任东莱太守，途中经过昌邑县，昌邑县令王密前来拜访。王密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携带黄金想要赠送给杨震，杨震坚决拒绝了这份礼物。王密试图说服他，夜深人静，无人知晓。杨震回答：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你知，怎能说无人知晓？王密听后感到羞愧。保持做事的纯洁性的人，无论是否有人监督，都能坚守内心的正直和原则，坚守自己的底线。正如巴尔扎克所言，良心是最好的监督官。春秋时期，吴国的季札出使徐国，徐国国君对季札的佩剑情有独钟，但不好意思开口索要。季札察觉到了徐君的心思，本想在完成使命后将剑赠予，但当他返回时，徐君已经病逝。季札深感悲痛，认为自己既然心中已有承诺，就不应因徐君的去世而违背，否则就是欺骗自己的良心。于是季札将宝剑挂在了徐君墓旁的树上，徐国人因此歌颂季札，赞道：颜陵季子不忘旧情，解千金之剑挂于丘木。孟子曾说：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。做人要正直坦荡，抬头无愧于天，低头无愧于人。4. 心灵干净。人最珍贵的品质之一，便是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灵。正如孟德斯鸠所言，美，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，都应当是纯洁无瑕的。那些心灵纯净的人，如同出水芙蓉，即便周遭环境再污浊，他们依然能够保持那份纯洁，不受污染。他们不玩弄权谋，不耍心机，以真诚待人，以坦荡之心处事。即使目睹了世间的苦难，他们的心灵依旧明亮清澈。即便遭受了伤害，他们仍旧保持着最初的善意。他们见识过丑恶，却选择保持纯洁。他们目睹过罪行，却依然信仰善良。他们经历过欺骗，却仍旧坚守真诚。或许他们偶尔会遭遇挫折，但最终他们会比其他人走得更稳、更远，生活得更加踏实。心灵纯净的人，从不因一时的得失而放弃自己的原则，也不会因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我。他们深知，只有保持内心的纯净，才能真正的尊重自己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独立和坚定。他们将内心的纯净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。正如楚国大夫屈原，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，即使遭受诽谤和流放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站在湘江之畔，内心依旧平静。一位偶遇的老渔夫不解地问他，都说智者能屈能伸，既然世界如此浑浊，为何不随波逐流呢？既然众人都醉生梦死，为何不也沉醉其中呢？这样也不至于落得被放逐的下场。屈原回答：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不会愿意戴上脏帽子，刚洗过澡的人不会愿意穿上脏衣服。我怎能让自己纯洁的身躯裹在污秽之中呢？我宁愿投身江水，葬身鱼腹，也不愿让我的清白之身沾染世俗的尘埃。不受世俗污染，保持心灵纯净，这才是真正的高贵。即使生活在泥泞之中，只要心灵纯净，你站起来时依然会光芒四射。一书曾说，做一个纯净的人，不仅仅是外表的清洁，
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纯净，只有内心纯净，才能真正体现生命的价值。心灵纯净的人，面容和蔼，目光清澈，光彩照人，让人愿意靠近。他们心胸开阔，正气凛然，行事光明磊落，赢得人们的充分信任。他们淡泊名利，洁身自好，正直前行，令人尊敬。只有内心纯净的人，才能拥有平静安稳的现世，享受岁月的宁静美好。契诃夫曾说，人的所有方面都应当是洁净的，无论是面孔衣着，还是心灵思想。水因洁净而清澈，人因纯净而高贵。纯净是人格中最大的魅力，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纯净的人，从里到外一尘不染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